第1章突如其来的灾难。炎炎夏日，炙热的阳光透过半掩的窗帘缝隙射进叶华的租屋处，将室内映照的一片明亮。叶华躺在 king size 双人床上，身上的汗水在冷气的吹拂下逐渐蒸发，带来了一丝清凉的舒适感。他双手交叠放在后脑勺，翘着二郎腿，眼睛微闭，享受着这难得的悠闲时光。突然间，一阵异样的哗啦声打破了宁静。叶华猛然睁开眼，耳中传来的水声让他心头一紧。他迅速从床上坐起，只见冷气风扇中央，一股水流如小型瀑布般倾泻而下，砸在凹凸不平的贴木地板上，瞬间激起了一小片水洼。该死的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叶华忍不住爆出一句粗话，心里烦躁不已。这部冷气虽然老旧，但一直运转良好，今天怎么突然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？他立刻从床边拿起手机，打开了之前收藏的冷气维修影片，试图找到解决方案。8成是排水管塞住了，叶华自言自语道。回忆起影片中提到的常见问题，他决定亲自处理，毕竟找维修工来不仅费钱，还可能耽误时间。叶华在屋内环顾四周，目光最终落在书桌旁的木椅上。他走过去，将木椅搬到冷气下方，然后翻出工具箱，拿出螺丝起子。叶华爬上椅子，谨慎地将冷气外壳拆卸下来。一股浓浊的气味迎面扑来，让他忍不住皱起眉头。冷气排水孔内堆积着不少脏污，夹杂住绿褐色的粘稠液体，这些污垢仿佛久经风霜，散发着一股腐败的气息，让人不禁怀疑这冷气有多久没被清洗过。真是脏的离谱，房东之前都没清过吧？叶华嘟囔住，心里暗骂不已。他拿起一旁的塑料袋，准备将排水孔里的脏污清理前进。然而，就在他低头靠近排水孔的一瞬间，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晕眩，整个世界仿佛失去了平衡。啊！叶华惊叫一声，感觉自己身体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吸入排水孔中。他努力想要抓住什么，但四周一片混沌，他只能任由那股力量将他拖入深渊。叶华眼前一黑，随即失去了知觉。当叶华再次睁开眼时，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，四周环绕着一片奇异的绿褐色光芒。这光芒并非来自于某个特定的光源，而是仿佛充满整个空间。叶华试图站起身来，却发现自己的身体异常轻盈，仿佛整个人都变得无比渺小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叶华环顾四周，试图理解眼前的情景。他目光所及之处，全是一些巨大且扭曲的物体。这些物体的表面布满了不规则的纹理，宛如放大了1000倍的微观世界。一股浓烈的腐臭味扑鼻而来，让他一阵反胃。突然，叶华的耳边传来了一阵低沉的嗡嗡声。他惊恐地转身，发现不远处正有几个奇怪的生物朝他移动过来。这些生物大约有半个人高，身体呈现出绿色或褐色的半透明状，形状犹如巨大而圆润的胶状体。它们的表面布满了细小的纤毛，随着移动而轻微颤动，产生一种诡异的律动感。叶华屏住呼吸，尽量保持冷静，试图观察这些生物的动向。然而，当其中一个绿色生物靠近时，他惊讶地听见了一个低沉而沙哑的声音：“外来者，你是谁？”那绿色生物似乎在发出声音，但并非通过嘴巴，而是透过全身的震动来传递讯息。叶华愣了一下，随即结结巴巴地回答：“我是叶华，你们是什么？”那绿色生物没有立即回答，而是与旁边的绿色生物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。然后他再度发声：“这里是细菌的世界，你不属于这里。”细菌的世界？叶华惊讶的无以复加。他仔细打量这些生物，心中隐隐浮现出一个难以置信的想法：你们是细菌？那绿色生物点了点头，接着说道：“我们是这里的居民，绿菌一族。你现在所在的地方属于我们的领地。”叶华听到这里，顿时觉得头皮发麻。他原本只是想修理冷气排水管，
没想到竟然进入了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世界。那我该怎么回去？他急切地问道。回去？绿俊微微一笑，笑容中带着几分神秘。也许你可以找到出口，但在此之前，你得先活下来。什么意思？叶华心头一紧，感到一股不祥的预感。就在这时，远方一只褐色生物突然发出了一声低吼，随即周围的空气变得紧张起来。叶华发现不远处的地面开始震动，仿佛有什么庞然大物正在逼近。绿俊迅速转身，朝着叶华大喊：“快跟我们走！鹤军一族来袭了！”叶华一时之间惊慌失措，但本能驱使他跟上绿俊的步伐。四周的环境开始剧烈变化，原本平静的绿褐色空间逐渐被一股黑暗的阴影覆盖。随着绿俊的引导，叶华不断奔跑，心中充满了恐惧和困惑。当他们穿过一片看似无垠的粘稠地带时，叶华终于看到了逼近的敌人。那是一群体型巨大且凶猛的鹤菌，它们的身体呈现出深褐色，表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鞘状物质，宛如披着重甲的战士。这些鹤菌以惊人的速度向叶华他们冲来，周围的空气都因为他们的力量而扭曲。小心！绿菌领袖猛地拉住叶华，将他推向一旁。随即一股强烈的冲击波扫过他们原本站立的地方。叶华心有余悸地看住刚才他们站立的地面已被撕裂，心中暗自庆幸自己得以幸免。我们无法与鹤菌正面交锋，他们太强大了。绿菌领袖的语气中带着焦急。我们必须找到藏身之处，等待援军到来。叶华来不及多想，随着绿菌们继续逃亡。他感觉到每一分每一秒都充满了危险，而他对这个微观世界的认知还远远不够。